大妈每天都在脸上拔罐，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拔罐，拔罐的数量还越来越多，从1个罐到现在的6个，脸上都快塞不下了。工作的时候拔，逛街的时候也拔，脸上都红肿淤青了，却依旧继续拔罐。最急的是她老公，怕她拔死了，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还说老公根本不懂自己。现在反而变得越来越离谱，觉得白天拔罐根本不够，甚至连睡觉也开始拔。一夜过后，脸上红肿得很严重，她却说真舒服，说着还要给记者试一试，直接拔了2罐。片刻后，记者就被拔成了猪头。大妈说：“你看你湿气太重，都露原形了，以后要多拔罐才行。”记者摸着自己的猪头，而不是摸着自己肿胀的脸，没敢说话。现在大妈每天逛菜市场都顶着6个罐罐，众人议论纷纷，但她毫不在意。路过的大妈终于忍不住了，问她为什么要伤害自己。大妈终于说出了原因，原来她之前做生意意外破产，别人都说因为她面相不好导致的。有次看到别人在腿上拔罐，她突发奇想开始在脸上拔罐，慢慢的发现皮肤竟然变好了，甚至还有瘦脸的效果。从那以后就开始在脸上拔罐。拔罐对皮肤真的有好处吗？大家带她来医院，一番检查后，医生表示她皮肤弹性很差，拔罐不能说对皮肤非常有好处，只能说完全没有，甚至还有反效果。不过大妈却坚持认为自己的皮肤比过去好多了，完全不把医生当回事，还当着医生的面拔上了火罐。医生看得很迷惑，最后表示随她去拔，但不建议她每天超过30分钟，否则会给皮肤造成很大负担。大妈感觉医生说的应该有点道理，最后表示自己会尽量降低拔罐时长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养了一屋蚊子，竟然是为了给孩子吃，用网兜在墙上这么一搂，就抓了满满一袋，但这仅仅是孩子们的开胃菜，还说孩子最爱吃的其实是苍蝇。接着他来到一个塑料桶前，说这一桶就是孩子的主食，掀开盖子，那味道比鲱鱼罐头还要臭，绿头苍蝇漫天飞舞。大叔说这是10天前买的鸡肠子，在室外整整发酵了10天，就生成了这些苍蝇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会喜欢吃这些东西呢？大家好奇地跟着大叔来到一座大棚，大叔把抓到的蚊子全放了出来，瞬间就跳出来了上百只树蛙。原来他口中的孩子就是这些树蛙，小小的一只非常可爱，抓蚊子也是一把好手，一口一个那是真香。随后大叔又把苍蝇放了出来，看得出来树蛙确实挺爱吃，口感比蚊子好多了，一口下去还会爆浆。大叔一共养了3个大棚的树蛙，一座大棚里就有1000只。他说养树蛙纯粹是因为喜欢，自己把树蛙当成了孩子。树蛙也都很喜欢大叔，只要大叔出现，树蛙就会跳到他身上，很快身上就爬满了10多只。不仅如此，他在家里也养了一缸，就连吃饭也和树蛙一起。大叔说这样才有食欲。家人都不理解大叔的爱好，尤其是儿子，和树蛙比起来，感觉自己不是亲生的。他的手机会自己拨打电话，每天拨打2000次，他都换了5个新手机了，但是没用。即使买完手机刚出门，电话就开始自动拨打起来。慢慢的，一家3口的手机都出现了这种问题，但手机并没有中病毒，这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而且电话都打给了亲戚朋友。朋友说有时候1分钟就能接到20个，刚接通就挂断。有一个朋友还是开餐厅的，电话非常耽误工作，给朋友道歉成了他们一家人的日常。手机不仅会自己打电话，有时还会发短信，关键短信内容很惊悚，还说这种现象一般都出现在晚上。于是节目组决定等待。但一夜过去，手机并没有出现自动打电话的情况。节目组又安装了多个摄像机，全程监控。第2天，儿子的手机率先打起了电话，儿子想拿手机给镜头看，刚走2步，手机自己就挂断了。与此同时，大叔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上面写着去世很久的父亲名字，这就非常惊悚了。节目组仔细观察录像后，终于发现了端倪。录像显示，奇怪的现象都发生在儿子拿着手机的时候，只有当他拿着手机，手机才会自动拨打电话。父亲手机上的短信也是在他拿走父亲手机后才收到的，而且每次都是儿子第一个发现这种现象。通过这些反常的举动，节目组认为儿子就是始作俑者。心理医生还发现，儿子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老练，看起来是策划好的，而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。节目组把儿子请了过来，想要套路他一下。经过一番询问，儿子终于憋不住了，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。那他为啥要这样做？儿子说别人都觉得他没用，正好他了解到一款远程控制别人手机的软件，用软件控制了父母的手机。刚开始呢，觉得整蛊家人很好玩，而且家里就他懂智能手机，父母都很依赖他，这也让他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，才开始一直恶作剧。父母得知真相后很震惊，要求儿子向亲戚朋友道歉。电话之谜总算解开了，这只狗每天都要偷鞋，还专偷有脚气的鞋子。奶奶的鞋就经常无缘无故的消失，大冬天只能光脚走回家。节目组来到他家，奶奶却让工作人员离门口远一点。不一会儿，门口就出现了一只狗，他仔细闻了闻，确定是奶奶的鞋后，叼起来就跑。工作人员赶紧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狗狗丢下鞋子开溜了。奶奶说狗狗好像时刻监视着自己，每当脱下鞋，每
没一会儿就被他叼走了。不过还好，狗狗每次把鞋藏在固定的地点，奶奶都可以找到。现在他每2天去捡一次，这样正好能捡回1双。奶奶很困惑，为啥他只偷自己的鞋？节目组猜测可能是奶奶的鞋气味独特，接着还做了个测试，让村民把鞋子都放在一起，看狗狗会如何选择。只见他从头到尾闻了一遍，很快就分辨出了奶奶的鞋，接着又叼走了。这次呢，节目组让奶奶穿1双新鞋，看狗狗还能不能分辨出来。奶奶穿着新鞋走了一圈，脱掉鞋子进屋后，狗狗就出现了。它像之前一样挨个闻，很明显，新鞋对狗狗的迷惑性很大。狗狗稍微有点犹豫，确认再三后，还是挑出了奶奶的新鞋。那它为啥痴迷于偷鞋？宠物医生说，狗狗把偷鞋当成了一种游戏，认为偷鞋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，进而得到人们的关爱。不过要论奇葩，还得看下面这个。每到深夜，酒吧里就会出现满地的便便，花盆里的土被刨了出来，卫生纸也被撕得粉碎，到处都是一片狼藉。关键呢，钱也没有少。酒吧老板觉得这应该不是人，节目组决定近距离观察。等了好久，墙壁上突然传来声音，一块泡沫板在自行移动，工作人员都快吓尿了，壮着胆子继续观察。这时一只毛茸茸的脑袋探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只黄鼠狼。只见它来到草坪上一阵翻滚，这也太舒服了吧。随后就开始找酒喝。黄鼠狼很警惕，时刻都在观察门口的情况，但它拉的便便越来越多，店主很苦恼，决定用笼子把它抓住，先在笼中放入食物，接下来只需要等它上钩。晚上黄鼠狼再次出现，直接就被食物吸引了，但它非常谨慎，在入口徘徊了很久，最终没能抵挡住诱惑，但是呢并没完全钻进去，留了一半身体在外面，叼上一块食物就退了出来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，吃完后没忍住又钻了进去，这次呢完全钻进了笼子里，吃完才发现中了圈套，对着入口一顿挠，没想到还真被它挠开了。工作人员看得目瞪口呆，决定再试一次。黄鼠狼这次犹豫半天都不敢进去，但大鸡腿实在太香了，还是钻了进去。这次呢成功抓到了它，随后把它带到野外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每当他一觉醒来，脸上就会出现伤口，手臂上也有抓伤。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，自己的指甲很短，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。他现在怕得很，给卧室装上了监控，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。只见每到深夜，他家的猫就像疯了一样撕咬他，还会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。睡梦中，他下意识地把猫推开，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，在地上不停地抽搐。主人一脸疑惑，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？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，它的行为也很古怪，变得焦躁不安，愤怒地撕咬被子。这只猫到底怎么了？专家查看录像后猜测，猫咪应该是梦游了，它可能做了噩梦，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。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说明和它小时候痛苦的经历有关。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说猫就是他捡来的。发现它的时候，看着马上就要死了，医生建议可以先给它吃药试试，还要给它更多的陪伴，让它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晚上，主人还用上了安神香薰，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。它听了一会儿就开始犯困，那它晚上还会咬主人吗？只见半夜小白又醒了，径直来到主人旁边。这次小白没有下嘴，趴在主人旁边再次睡了起来，一直到天亮，小白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，看起来小白已经康复了。然而下面这只猫的情况比小白更严重，在客厅看电视要全副武装，甚至要戴头盔，进入卧室也要戴帽子和手套，还要拿着工具防身。只因他家有一只猫，猫咪毫无征兆地向主人发起攻击，接着又躲到了沙发下面，没一会儿再次发起攻击，死死咬住主人的腿。主人查看伤情，大腿被抓了好几道血印。主人说猫咪一直都很温顺，3个月前突然性情大变，疯狂地攻击他们，严重的时候脸上头上都被咬过，没办法只能把它关在卧室里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必须要进入卧室才能给它铲屎，每次进入都要全副武装。刚打开门，猫咪就虎视眈眈地看着，随时准备对主人发起攻击。它为啥突然变成这样？宠物医生看了录像也很震惊，和主人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小白是生完孩子后才开始这样的。当时怀了7胎，主人决定给它做剖腹产，手术中有一只小猫不幸夭折，没过几天又死掉了3只。从那时起，小白变得异常敏感，甚至开始攻击自己的孩子。为了小猫的安全，主人把小猫都送人了。医生认为小白在失去孩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，并且错误地以为这都是主人导致的，对主人产生了怨恨，才会出现这种反常举动。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给他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，让他感到放松。于是主人给他布置了一个新家，还放了很多他喜欢的玩具，同时给他药物治疗，播放猫咪喜欢听的音乐。小白开始也慢慢地接受了主人。然而接下来这只猫咪的行为更加迷惑，这只猫每天往主人脸上撒尿，看到主人熟睡后，接着蹲在主人旁边直接往脸上吃，关键猫咪有时候还上火，那味道简直了。主人很崩溃，为啥这只猫会有2副面孔？白天明明很温顺，为啥到了晚上就往自己脸上撒尿？还说这样撒尿已经1年了。主人尝试过很多方法，也打过它好多次，都无济于事。没办法，主人决定戴头盔睡觉，因为实在不舒服。刚睡了一会儿就把头盔摘掉了。没一会儿，小白凑了上来，确认主人已经睡着后，深情地看着主人的脸，接着情不自禁的就往脸上撒尿。主人再次惊醒，对小白一阵数落，医生也被逗笑了。第一次见这种迷惑行为，医生表示这可能是小白的一种沟通表达方式，一直撒尿是
是因为主人一直没能理解自己的需求。那小白到底想给主人说什么？医生观察后说，因为主人家里宠物众多，小白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得很小，而且小白还患有社交恐惧症，所以经常会独自一人蜷缩在角落。医生建议给小白单独做个新家，让他有个相对自由放松的生活环境。可以看到，小白对新家非常满意，就好像在说，主人你终于懂我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酱，一口下去冰火两重天，还说口感很像奥利给。咖啡里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酱，搅拌一下一饮而尽。他说餐厅的辣椒一点都不辣，会随身带着一瓶秘制辣椒酱。吃炸酱面要先来上一勺免费辣椒，再加入自己秘制辣椒，好家伙，直接成了辣椒拌饭。旁边大哥闻了一下就辣到咳嗽，吃完呢记得喝点水，水里也要挤入辣椒酱。更奇葩的是，喝感冒药也要加辣椒酱，还说这样容易出汗，好得快。剩下的一点药汤里再加上米饭，这样更有食欲了。感冒好了就要吃烧烤，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酱，喝这么一杯顶过去2杯。不仅如此啊，连他7岁的儿子都酷爱辣椒酱，米饭必须拌辣椒才能吃，连黄桃罐头都要蘸辣椒。刚开始工作人员还以为是番茄酱，尝了一口，厉害厉害。和他爸爸一样，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，不仅是辣椒，各种各样的芥末也是他的最爱，如果不给吃他就会哭。那他们真的健康吗？经过检查，医生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儿子很幸运，暂时没发现问题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少吃，毕竟正在长身体，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。如果吃辣有段位，下面这位大妈也属于王者级别，她10分钟就能吃完一盆辣椒，这就是她今天的午饭。为了增加口感，她会用辣椒蘸辣椒酱，嘎嘣脆，好像吃黄瓜一样。她竟然没有丝毫反应，这该不会是假的吧？工作人员决定尝一下，咬下一小口，差点被送走。大妈淡定地看着一切，不一会儿就干完了一盆。为了测试她能吃多辣，节目组准备了世界各地的辣椒，大妈看得两眼放光，这么多辣椒看着就好吃。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墨西哥的胡椒，大妈说还不错啦，很甜。接着是烟熏辣椒，吃着像柿饼。第3个是来自泰国的辣椒，吃起来脆脆的像薯片。一旁的工作人员都看乐了，再次尝试，还是辣到不行。大妈感觉很莫名其妙，根本就不辣嘛。虽然大妈很能吃辣，但也有她吃不了的东西，她不能吃洋葱和大蒜，一吃就会满脸通红，甚至会吐血。为啥会出现这种奇葩现象？医生提取了辣椒素，对大妈进行感官测试，把沾满辣椒素的棉签插入鼻孔，大妈一点反应没有。医生认为大妈对辣椒素不敏感，而大蒜之所以辣，是因为含有大蒜素，大妈对大蒜素非常敏感，所以才会觉得辣。即使这样，我觉得大妈也属于吃辣的王者级别了。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表示不服，冰淇淋加辣椒酱，这是她的神仙搭配，她一天就要吃3瓶辣椒酱，橱柜里也摆满了各种辣椒酱，每顿饭都要加上新鲜的辣椒段，还说辣椒能帮自己释放压力。现在她要挑战当地最辣的炸酱面，还要求厨师多放1斤辣椒面。即使这样，她还是不满足，在面上又加了辣椒段，吃得一脸惬意，周围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节目组给她准备了3种当地最辣的食物，第一个是辣炒年糕，刚吃一口她就笑了，没什么感觉嘛。第2个是辣酱咖喱，这个有一点点感觉，很快就干完了一盘。第3个是魔鬼辣鸡腿，仔细品尝下还是一点反应没有。她说从来没有吃到过让自己感觉辣的东西。听到这话，节目组放出了大招，端上来一盒死神辣条，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龙息辣椒制作的，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。据说这玩意儿只能中午吃，很多人吃完都坐上了依维柯大金杯。小姐姐也重视了起来，扎上头发，准备好牛奶，挑战开始。她一口吞下去，仔细嚼了嚼，还不错，刚开始有点甜，后面有一点点辣。即使这样，她依旧一滴汗都没出。不过这样吃辣，屁股受得了吗？经过检查，医生说她患有轻微的食道炎和痔疮，必须要改变饮食习惯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风油精涂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边涂还边笑，说涂完神清气爽。大叔随身都带着2瓶，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自己却说自己根本离不开风油精。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上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，洗完精神抖擞。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围人也是看着一脸懵逼，真的不会疼吗？旁边的大叔决定试一试，结果直呼辣眼睛。这时他终于说出了涂风油精的原因。原来大叔之前眼睛受了伤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1次风油精，竟然能看清楚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但风油精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医生猜测，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泪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确实受到了严重损伤，风油精没能治愈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，还给大叔拿了专门治
治疗眼睛的药物，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来，下面这位尼姑更奇葩，她把洗衣液涂满全身，每天都要涂好几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。诵经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，工作时也要涂，总之不允许身上有干燥的地方。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里倒入满满1瓶，蹲在盆里就洗了起来，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。然而这仅仅只是1个月的量，他1年内用掉的洗衣液足够别人洗1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却从来不用洗衣液，还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。节目组很担心他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原来啊，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抢劫，受了严重的外伤，虽然恢复了健康，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，有天实在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，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，还治好了自己的脚气，从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节目组还是担心他的健康，带他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，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肤变得很干燥，还得了皮炎，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听话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丢了，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。和他一样有奇怪癖好的还有下面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涂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经这样做了30年，涂完还要做眼部运动，耳朵后面脖子上也不能少，再挖上一大勺涂在膝盖上，说可以治感冒，脚上也不能少，据说治脚气一绝，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里，手上有伤口也可以用，还说能加快伤口愈合。凡士林在他这里可以说是包治百病，一天就要涂3次，家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医生说虽然凡士林有滋润皮肤的效果，但是要适量。奶奶呢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，因为她认为自己亲身体验过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门可以不带钱包，但不能不带凡士林。来到公园就开始锻炼，爬上爬下，看起来身体确实很灵活。这还没完，奶奶还展示了自己的绝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经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为还不止这些，晚上睡觉前会拿2个木棍在身上来回敲打，说可以疏通经脉。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锻炼身体。那她现在情况如何？医生检查过后说奶奶的眼睛出现了角膜发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涂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带给奶奶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，运动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鞋油涂在脸上，连续10年，每天都要涂1盒。10年来没洗过脸，除了眼睛和嘴巴，脸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盖。鞋油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，即使这样，他依旧每天涂抹鞋油，从1天涂抹1次，直到后来的1天涂1盒，边涂还边笑。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就什么都不说，紧张的环顾四周，焦急的等待着什么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随后跟着一个女人来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，说女人是他姐姐，询问姐姐情况，姐姐却越来越激动，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晚上他们就随便找个凳子睡觉，此时温度零下4度。节目组想要帮助他，却被拒绝了。节目组带他们来到派出所，想确定一下他们的身份。根据指纹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，节目组决定带他们回家。刚上车，一听说要回家，姐姐立马暴躁地哭了起来，还让节目组赶紧放她走。没办法，只好原路返回。随后姐弟俩坐上地铁，消失在了镜头里。节目组单独去拜访了他家里，父亲说他俩智力有缺陷，经常离家出走，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。为了寻找他们，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一直没有回音，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了。节目组想要帮他们团聚，在车站找了好几天，终于找到了姐弟俩。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，姐姐还是没有说。节目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，经过长时间的劝说，他决定洗脸了。鞋油成块的掉落，整整洗了3个小时，终于清洗干净，这样看着正常多了。跟心理医生交流后才知道，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无缘无故的开始殴打，往他脸上涂鞋油，还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涂鞋油。慢慢的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他就开始主动往脸上涂鞋油。这时姐姐也说出了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，原来姐弟俩还有一个哥哥，哥哥脾气暴躁，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，两人天真的以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们就不会挨打了，才会不断的离家出走。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咨询，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还表示以后不会再离家出走了。仔细看，他家卧室的墙上居然会不停的出血，即使擦干后还是会有红色液体不停的渗出来，而且只有靠着床的这面墙会出现这种现象。把渗出部位打开后，可以看到红色液体是从墙体内部渗出来的，内部还填充了保温材料。主人说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，那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，他怀疑是身上的伤口印上去的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受伤，这就很奇怪了。他也没太在意，
地继续上班。下班后，他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，用刀子把墙纸割开后，里面就开始渗出红色液体，这多少有点恐怖了，该不会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随后节目组在渗漏处贴上纸巾，用摄像机全程记录，没一会儿，干净的纸巾上就出现了红色液体，会不会有猫咪之类的卡在了里面？但主人说应该不会，墙里面没有任何空间，墙体厚度也就10多公分，为了保暖，他们还填充了保温泡沫。更蹊跷的是，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，他父亲的身体变得很差，自己也发生了一些怪事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节目组找到了专业的装修师傅，师傅也觉得很奇怪，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，于是他决定上门一探究竟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师傅决定揭开墙纸，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师傅看着红色液体陷入沉思，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他终于讲话了。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. 至于墙壁里为什么会出现水分，是因为3个月前外墙被拆除了一层，无法阻挡冷空气，导致墙壁凝结了很多水珠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但是下面这家人的墙壁就多少有点诡异了。每到半夜12点，整个公寓的墙就会传来一种凄惨的哭声，但是墙壁看起来就是个正经墙壁。主人说，有声音的时候墙壁都会震动，并且整个房间都有回声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半夜12点，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。主人说，声音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，每天晚上都会持续90分钟。随后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听起来又哭又笑的，看起来这只鬼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啊。节目组还询问了公寓其他住户，发现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扰，他们也录到了一样的哭泣声，都表示声音是从墙里传来的，而且有声音的时候，燃气管道都会震动。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很多人因此都无法安心睡觉。节目组带着录音找到了专家，随后专家发现了异常，录制的声波和真人声波差异很大，而且录制的音频有一种很规律的循环，所以专家认为声音应该是人为剪辑过的，并且是在录音机上循环播放的，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现在问题来了，那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？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，想要找到这个人，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。但是一夜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哭泣声，一晚不行那就2晚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声音。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哪个就不好说了。过了好多天，小哥又给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这些天都没有再出现声音，自己睡得也很好，而且还找到了女朋友。好的。同样遭遇灵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，他每次开车来到这个路口，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。这不，大哥拉着节目组刚来到这里，后面突然就传来声音，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，即便手动关闭，他还是会当着大家的面自动打开，完全不给面子。但是除了这个路口以外，车子都是正常的，后备箱也不会自动打开，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，只有大哥的车会这样。即使在白天，只要经过这里，后备箱就会无缘无故的打开。大哥怀疑这个路口之前出过事故，有一些脏东西看上了自己的车，大哥越说越害怕，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研究。第二天，工作人员直接钻进了后备箱，拿着摄像机想要记录一下后备箱是如何自动打开的。一切准备就位，大哥开着车就来到这个路口，录像显示后备箱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动打开了，摄像小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。开车来到路边的汽修店，师傅仔细检查了后备箱的机械锁，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？节目组又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开车来到这个路口，一切正常，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。没办法，最后节目组找到了 4S 店，师傅对车辆检查后发现，车辆之前安装了后备箱遥控锁，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锁上。师傅说，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你遥控钥匙频率一样的话，等你开车经过，就会出现后备箱被打开的情况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，随后发现相同频率的信号就是从路口的商店传出来的，而这个设备正是商店的感应门铃。节目组拿着设备想要测试一下，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。原来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，还需要频率的密码和车辆遥控器密码一样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，所以每次经过这里，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。至此真相大白，大哥决定更换遥控器密码，以后就可以安心的经过路口了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